一带一路到底想干嘛？一个字叫贪。中国贪的是我未来发展的空间。西方人看到中国的贪，是他想要掌控这个世界的秩序。台湾的民进党在用那种狭隘的思维去看待贪官污吏、贪污腐败、贪赃枉法。西方人也给他说是贪，台湾人也说中国在贪，只是三者所看到的贪是不一样的贪。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有没有私心？绝对有。有没有贪心？绝对有。核心字就是贪。习近平呢最高的宗旨就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从自己发展，大家到中国发展，到了习近平是走出去中国发展。中国乐于把自己先进的文明跟世界分享，而万邦来划去万邦，共同去创建一个相对有秩序、繁荣、是相对平等的世界。Nice.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一带一路10周年，这又是习近平所提出了。习近平应该是近代中国邓小平之后最具个人特色的领导人，确实改变了整个中国近年来的一个风格。习近平呢，他提出这个倡议这个倡议带来一个最高的宗旨，就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的这个世界的思潮主要的受的是希腊罗马，再经过 Anglo-Saxon 这个全球海权的思潮，再加上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思潮。犹太人主要是在财团方面展现了他的天分，这个 Anglo-Saxon 主要是在海权方面展现了他们的思考。这个就是西方思考的底蕴的本色，就是环境的资源是有限的，那要如何扩展国家，要如何发展社会呢？那就是要透过掠夺跟殖民。我们就一样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底蕴里面去我们先解释一下一带一路思维跟西方思维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什么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在今天哪怕是华人社会里面，也有不少人出现误解？中国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有没有私心？绝对有。有没有贪心？绝对有。核心字就是贪。贪是人类的最基础。泰国的总理叫做赛塔，其实就是一个新的世界的集会嘛。那这边正在打以巴战争，那边在打俄乌战争，就这边在办高峰会，你不觉得很奇妙？这世界非常非常的奇妙嘛。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的外国领导人陆续的就到了现场。一带一路到底想干嘛？你看肯亚的总统智利的总统，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伊索比亚的总理阿比，艾吉利亚副总统，斯里兰卡、刚果。另外之前还说什么斯里兰卡现在对中国有反弹，因为中国债务陷阱等等等等的。结果你看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哈还是来了。刚果部对，这个世界上有2个刚果刚果部就是前法属刚果叫刚果共和国巴布亚纽几内亚、柬埔寨、辽国你看埃及、塞尔维亚、印尼，佐科威也来了泰国总理哈萨克、巴基斯坦、阿联酋最高委员会成员哈伊马角酋长，最重要的是普京也来了。莫桑比克、蒙古国、越南的国家主席、阿根廷总统，然后呢，土库曼等等，你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我跟你讲，古特雷斯在现在国际上已经被人家认为这家伙舔共仔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这是什么？金砖的银行。中国是把金砖国家跟一带一路做了结合，同一时间呢，也在 G20 它也不放弃。我想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子的中国一带一路一个字叫贪，西方人也给他说是贪，台湾人也说中国在贪，只是三者所看到的贪是不一样的贪。对于西方人看到中国的贪，他是觉得中国贪的是什么？尤其是美国人，中国贪的是世界霸主，他贪的是他想要掌控这个世界的秩序。台湾的这种台独势力他看到中国呢，贪官污吏、贪污腐败、贪赃枉法。贪官污吏有没有？有，我们还是照样批判贪官污吏该抓的抓，贪污腐败该抓的抓，贪赃枉法该抓的抓。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对你批评者的指教了。当你的对手支持你的时候，抱歉，你是躺在棺材里。当你的对手讨厌你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了一半。对中国来讲，贪的是什么？中国当然以上的西方的指教、台湾的指教，有没有这些事情发生？或多或少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从大方向、大梗概来看，这个世界经过了这10年，中国发展10年，然后通过一带一路去做了很多建设跟推展，
有没有渐渐的有一些成功的东西出来了？中国贪的是我把我的这一些过于的产能、过剩产能，这实际把这实本实力的东西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我是规则的制定者，我是标准化的制定者，来加强我未来发展的空间。而发展空间是跟你互相连结。有人说互利共生，互利就是单利被互利的人呢很惨，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这个贪其实也是民贪啊，那只是台湾的民进党在用那种狭隘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发展，去看待什么叫做一带一路，你永远只看到坏的，然后你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你也没有跟上，被边缘化的永远是自己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最近世界这么动荡？因为旧的秩序正在退去，而新的秩序正在上来。当初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10年前嘛，那个时候我才25岁。其实我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是深深受到西方的一个思维的宰制，所以基本上批评的多但是过了5年，我发现这世界慢慢不一样了。再过5年，今天看到一带一路发展到这个程度说真的是蛮惊讶的。中国从自己发展，大家到中国发展，而到了习近平是走出去中国发展，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思维跟时代。中国中亚峰会的时候，他后面不是有一个大唐芙蓉园吗？持平的观察，他心中应该是一个大唐的世界，就是中国是一个文明的中心跟核心，但是中国乐于把自己的先进的文明跟世界分享，而万邦来到中国，华去万邦的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共同去创建一个相对有秩序、繁荣、是相对平等的世界。唐朝是中国最不种族歧视的世界，因为中国的有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所以我之前也提出一个概念，当时我被好多网友骂嘛，尤其大陆的朋友说，中国竞争已经够卷了，你开放干嘛？我就说，中国迟早有一天要大幅的开放外国人来到中国定居，甚至加入中国籍。为什么？因为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中国嘛，不害怕外国人来，而且甚至是欢迎外国人来，而中国人也乐于到外国去，那就会怎样？那就会达到一个真正的繁荣，就是有自信且丰满的一个国度嘛。然后呢，作为这个文明的一个发动机，来支撑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体系嘛。这是我跟大家都分享这样的一个分享。唐朝不是一个征服王朝它是个扩展性的王朝没错，但是它扩展这些领地，并不是说这些皇帝特别爱去征服哪里，而是你会发现唐朝皇帝之所以去打哪里，主要是在消除外患，消除秩序破坏者，主要的逻辑是这个。所以大多数唐朝的对外战争很多都是由当地节度使发起的。为什么由当地节度使发起？因为当地的节度使觉得，哎呀，这小子不听话，揍他搞破坏，揍他，当秩序维护者。而且他不是自己揍他，他是找附近的人大家一起来惩罚他。但是如果他愿意服从秩序，就不打他了，而且也不会给你屠城，也不会给你灭族，也不会把你迁徙掉。你反正我就给你这样，我讨伐你，讨伐完之后，我就扶植当地愿意遵守这个国际秩序的，愿意融入这个大家庭的。当然你说这里面带了一点霸道，那肯定是有的嘛。而且因为现代我们受到了西方的霸权主义的思维影响，所以我们很容易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一切的发生，会觉得唐朝是个霸权。其实我觉得与其说唐朝是个霸权它倒不如说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而这个世界性帝国并不是我要到哪里都征服你，到哪里都扩展土地，而是要把一个和平的秩序推展出去，然后就会形成一个繁荣，万邦来朝来谒。而这个万邦来朝来谒的一个基底是万邦来华，所以来看看皇帝。好，那皇帝也给你尊荣，但我不打肿脸充胖子，大家就来交流交流，是这样的，好吧？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了，非常有意思，好吧？这个是我观察到的啦，那你可以说我讲的不对，你可以说我讲的对，但我们就继续 wait and see 吧。习近平是不是这样的人？搞不好有一天打我脸他就是个死独裁者啊，搞不好是啊，对不对？他就只想万世一系啊，搞习家军啊，搞不好是啊，我怎么知道呢？但至少我从过去他的轨迹脉络，他过去的生命旅程，我看到了，还有观察到蛛丝马迹，他是这样。那我不是为他辩护，或为他说项，或为他画上色彩。他会变成什么样的历史定位，不是我们历史家说的算的，也不是我能帮他化妆，我也绝对不会帮任何领导人、任何真正人化妆。我能做的就是公平的看待这件事，就像我评论以巴战争一样，就像我评论这个
俄乌战争一样，我所看的其实只是一个相对去掉本位主义、去掉情感用事，用一个比较理性、客观的一个思考去看待，所以这也不是中立。中立怎样？中立通常是齐头式中立，就各打50大板。哎，这个普丁好可恶，泽连斯基好贪腐，这没有意义，对不对？啊，比如说习近平很贪啊，美国也好贪，这也没有意义。我们就公平的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就归纳他的作为，观察他，然后看接下来怎样。因为我想人的生命历程都很长，就哪怕你今年60岁好了，我告诉你，现在台湾人的年均寿命是80岁，无病无痛活到85岁的比比皆是。就是你60岁，你还看25年呢、就你70岁，你还可以看15年呢、对不对？那还有的是看的嘛。那如果你像我今天，因为我们的主要观众是跟历史哥差不多岁数的，那我们至少可以看个40-50年啊。随着科技的进步，搞不好人类寿命到我们50、60、70、80岁的时候，已经延长到100岁也说不定了，甚至延长到人类寿命这个理论上极限125岁，有没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这个非常有意思。那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去，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跟我的视野啦。希望带给大家一点启发跟启示。那你说我乐不乐见？假设这样的发展下去，我乐不乐？我乐见一件事，就是世界上的所有人类，如果今天中国的存在可以让这些人群有更多现代化的科技跟进步，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能够让他们过去在殖民时代或者到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时代受到的压迫有所减少，那我乐见这样的发展，但是我不是说我都指望中国，其实更加指望什么？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帮忙跟结合，那这个世界秩序就改变了，这才是一个真正多极化的世界，才是一个真正多元化的世界这个是对世界发展是好的。因为当大家都不错的时候，鬼才当乞丐，对不对？决定乞丐的从来不是乞丐自己，是皇帝本人啊！决定世界上多少人反美啊，从来不是这些反美的国家决定，是你美国对人家有多苛刻啊！今天为什么你今天美国把航空母舰开到了东地中海，依然有人对着你美国说：“我要支持巴勒斯坦哦，你美国支持以色列，你去哦。”为什么？我真的觉得美国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啦。尊重不是拳头就可以赢得的啦。这世界真的慢慢在改变，正是亚洲的发展跟崛起